这是摄影游记、纪录片，也是将那些存放已久的素材解锁的心路历程。距离按下这些快门已经相隔快一整年的时间了，无论照片也好，影片也好，回到台湾之后，就是完全将它搁置在一旁。我会觉得，真的，如果时间搁置的越久的话，应该就越难起身去处理这些素材。幸好这个拖延的心态没有继续下去。无论如何，这支影片终于被完成了。好久不见，欢迎回来。哈苏对我来说一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，我觉得自己跟绝大多数人一样，在开始接触摄影，慢慢认识各种相机品牌，然后听到哈苏，他肯定是在梦想清单里占有一席之地。时间拉回到2024年4月，我在德国交换期间，学校有提供暗房以及底片相机，很幸运的跟学校借了哈苏相机，并在老师的信任下展开了约莫3个月的拍摄行程。在这边，我想特别感谢 Miles Academy 的 Victor 老师，让这支影片成为可能。那么，欢迎收看瑞典夏日的颜色 Hasselblad 500cm。OK， 影片开头我就简述一下哈苏相机。哈苏最一开始推出的民用相机 1600F 以及下一款的 1000F， 这个 F 是指焦平面快门，而前面的数字则是最高快门。但因为焦平面快门有着容易损坏的缺点，因此哈苏决定换一种设计方式，把快门做到镜头里面。是的，在1957年推出的 500C 就改成了镜间快门。你会发现说，哈苏相机命名的方式始终是那么的简单明了，数字就代表这台相机型号最高的快门速度。1957年 500C 正式的推出，这一年也是哈苏相机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它不仅开启了独树一格的模组化系统，也就是 V System， 也让公司的营运由亏损转为盈利状态。当然，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历史，待会我们再慢慢细聊。习惯用数位相机拍摄的朋友们，在刚看到哈苏的造型时，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，主要是因为哈苏相机的结构是模组化，大致上可以分成3大部分：机身、镜头以及片夹。我们先来讲这台机身在1970年推出的 Hasselblad 500cm。M 代表的是可换对焦屏。哈苏被人称赞做工好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在于相机本身的用料几乎找不到任何塑胶零件，机身的齿轮运作精密程度可以和机械手表相提并论，只要保养与使用得当，想要把哈苏相机用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接着来讲讲镜头。自从 1000F 这个型号研发出来后，哈苏相机将原有的柯达镜头改为蔡司镜头，两公司的合作持续到今天。而我在这3个月使用的是搭配拥有梯度膜的 Plana 80毫米标准镜，无论焦段、体积还是重量，对我来说是综合性非常好的一颗镜头。加上镜头是镜间快门的设计，所以手持拍摄就可以减少影像晃动而产生模糊的几率。再来是组成相机的最后一个部分，片夹。A12 片夹是正方形6:6比例，一卷120底片总共可以拍摄12张快门。回到前面提到的模组化设计，这也是许多摄影师喜欢哈苏相机的其中一个主因，在于说拆装底片需要时间，尤其是报道、婚宴、活动摄影等等机动性高的拍摄项目。当你拍完底片的时候，如果要减少换底片的空档，那么多准备几个片夹就可以大幅提升拍摄的效率。这也是哈苏比一般旁轴及单反相机更要具备优势的部分。聊完了相机基本结构，就带着它出去练习夜拍吧。位于 Stuttgart U-Bahn 的市政厅站旁边的停车场，于2024年3月终止营运后，便开启了重建工程。据当地新闻报道，大概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完工。而失去容纳650辆车辆功能的空间，宛如一座巨大的 liminal spaces。
在停车场空间行走时，总有种迷失方向感的错觉。相同的色调、差不多的出入口，以及挑高2公尺带来的空间压迫感，我想这些影像是迷人的，但也是令人感到不安的。其中让我感到最有趣的部分是在最里面的区域，有一盏没有被关闭的高功率灯具，它的身后是堆积成小山的水泥块，现场就如同特别设置好的剧场空间。夜拍的主题也包括斯图加特机场，从家里坐着5班电车到终点站机场站，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。午夜12点之后的机场基本上已经没有乘客了。透过 Roland RPX 400黑白底片，对比适中，光晕表现良好，在空荡荡的第1、第2以及第3航厦之间闲晃。Liminal spaces 可以这么形容当下所见的一切。这边分享一下操作的心得。使用哈苏跟过往使用单反相机、胖轴相机不同之处，在于慢速快门，也就是1/15秒到1秒之间的操作。由于机背上有2片快门帘，因此在急发快门时，会有2个机制同时在进行。先是进阶快门，再来才是快门帘。因此，当快门速度低于1/15秒时，需要按快门久一点，才不会因为快门帘提早关闭而造成曝光不足。学期间，我拍了数十卷底片，对于哈苏相机的操作方式，从构图、对焦到按下快门的熟练度也越来越好。底片冲洗完，借由数位翻拍去感受到哈苏相机的画面，拍摄当下的身体感，有种再次被召唤回来的感觉。讲到这边，影片才要正式进入到主轴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为何哈苏这个品牌如此的经典？从电影、摄影棚，甚至到航太领域，都会出现哈苏相机的影子。于是我在学习结束的时候，规划了一场独旅，来到了哈苏的故乡瑞典，就只是因为我想要透过哈苏相机去诠释出瑞典的景色。Transfer passengers to Terminal 2, 3, and 4. The train will then continue directly to Stockholm. 先从哥本哈根机场转机到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，再转乘火车来到市中心，看到眼熟的 7-Eleven， 当下真的有一种自己好像回家了的错觉。国王岛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4座岛屿中的其中一座。岛上最著名的建筑是市政厅。当我来到此地时，午后的天气也逐渐变得晴朗，是光把我所见到的一切都照得闪闪发光的。
下午散步在斯德哥尔摩，在光线的衬托之下，一切都像是电影。平易近人中带点魔幻的感觉，当下心情时不时会被所见的景色给感动。虽然没有去造访瑞典的 IKEA， 但至少品尝了国民美食瑞典肉丸。跟平常吃到的牛或猪肉丸不同，进到餐厅里可以吃到鹿肉的版本。隔天，我来到距离斯德哥尔摩30几公里远的郊区晃晃，以一间名为 Artipelag 的美术馆为目的地。当时的档期是以向日葵为主题的展览，映入眼帘的是川内伦子拍摄的作品。同时，展览空间外也种植了大量的向日葵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随风摇曳中呈现出非常迷人的鲜黄色。从照片中也感受到了太阳花散发出的能量。回程的时候搭公车，如果有看到有趣的景色，就下车散步吧。而这个有点吓人却好记的地点 ，Boo， 在地图中显示的是一座湖畔。夏日的瑞典每天走超过2万步，神奇的地方在于，这并不会让人感到疲倦。可能是干燥的空气完全不会因为强烈的光线而有脱水的状况。郊区的瑞典呈现出的寂静感，是我在市区中无法体会到的。但也让我得以放松下来，以缓慢的步调，透过身体，也透过镜头，跟这个环境对话。我想，基于强烈的新鲜感，这是能使自己维持在相当强烈探索状态的主因。所见的一切实在太美好了，任何的景色在光线的作用下所产生有趣的构图，就成为我不断向前行走拍摄的动力。Nästa Skansen. En plats.
讲到瑞典品牌，哥特堡除了是瑞典坦克之称 Volvo 发源地之外，也是这次影片的主角哈苏相机的故乡。隔天，准备搭车从斯德哥尔摩前往哥特堡，预定8点34分出发的列车却没有准时开动。各位乘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列车长人正在搭乘计程车火速赶来火车站，请各位稍安勿躁。我知道有人肚子饿了，有预定早餐的人可以来我这边拿。比起德铁误点却什么理由都不会说，瑞典国铁这种令人会心一笑的诚实告白不免让人觉得有趣。抵达哥特堡市区，迎来的是阴雨天，但对不赶时间的我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放慢节奏，感受湿冷的瑞典也是蛮特别的经验，或许这也跟作为瑞典主要港口的地理位置相呼应。在街拍了一阵子之后，我来到了坐落于哥特堡美术馆的哈苏中心。空间不大，但陈列架上摆着的物件都非常的经典。我们先从哈苏相机的创始人 Victor 的曾祖父 Fritz Hasselblad 开始说起。Fritz 的公司成立于哥特堡，主要是从事进口缝纫材料、旅行配件、家具用品的贸易公司。1885年 ，Fritz 的儿子 Arvid 在伦敦遇见 George Eastman， 也就是柯达底片的创始人。他们两人开始合作，让公司成为 Eastman 摄影产品的唯一经销商，并在1908年创立了独立摄影公司。1906年 ，Arvid 的孙子 Victor 成为哈苏影像业务部的自然继承人。后来 ，Victor 他并不想继续待在家族企业里，而是自行创业。并在1937年的时候，也在哥特堡成立一间名为维克多摄影的工作室。1940年，也就是二战期间，对哈苏相机来说是关键的一个时间点，因为当时瑞典政府联系 Victor， 希望他能制作一台航空用的侦察相机，去协助瑞典空军使用。当时哈苏相机的品牌并不是 Hasselblad， 而是 Ross Military Cameras。Victor 并在隔年打造了哈苏历史上的第一台相机 HK7， 在获得瑞典政府的使用好评之后，并陆续的推出像是 SKA4、SKA4A 等型号。当时拍摄的底片片幅做到了12×12公分，也是众多哈苏相机型号使用的1:1正方形构图。而后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找上了哈苏。其中一位太空人，同时也是摄影爱好者 Walter Schirra， 自己本身就有一台 Hasselblad 500C， 他了解哈苏相机拥有极高的品质，因此建议 NASA 使用哈苏作为拍摄太空的相机。于是，哈苏与 NASA 的合作开始于1962年的水星计划，500C 也成为第一台被带到太空的相机。这张照片也就是将蒙皮、后帘、反光镜以及取景器去掉的 500C。随着 NASA 摄影部门迅速成长，与哈苏相机的接触也越来越多。同时，哈苏不断对相机进行改进，特别是要在每次的太空任务中减去每1公克多余的重量。相机必须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运作，在无重力的环境下，需要可以在面光处达摄氏120度以上，到阴影处处于摄氏零下65度，相机都是要可以正常且顺利的运作。
coming down the ladder now. 1969年7月20日，阿波罗11号太空船在月球成功的降落，这是哈苏在太空中最具代表性的时刻之一。Okay, I just checked. Coming back up to that first step, Buzz. It's the strut hasn't collapsed too far, but it's adequate to get back up. Roger, we copy. It's a pretty good little jump. 每一次的拍摄都会成为历史，每一次的太空任务也是一生一次的机会。当然，要说克服各种艰辛万难的条件，我认为太空人最需要面对的依然会是孤独。Buzz, this is Houston. F2, 1/160th second for shadow photography on the sequence camera. Okay. I'm going to step off the limb now. That's one small step for man,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. 你无法知道这次的太空任务是否能够成功，背负着人类最顶尖的科技，挑战完全的未知，同时你也在与自己的恐惧对抗。他们办到了。当时这张代表性的照片是安装在太空人胸前的 Hasselblad HDC 所拍摄的。从阿波罗11号到最后的阿波罗17号任务，共有12台相机被留在月球表面，仅有拍摄重要影像的底片被带回地球。所以每一次在听完哈苏登月的故事时，都会跟身旁想买哈苏却没有钱的朋友说，放心，月球真空保存的环境非常好，那12台相机等大家去拿。隔天我展开了一趟连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旅行，应该说搭车搭船来到1天内能够抵达最远的地方。位于哥特堡南端一座名为 Fiskebäck 的海港，迎来的是风光明媚的海，以及随风飘逸的瑞典国旗。随后，我再搭着船来到位于哥特堡群岛的其中一座小岛 Wrangel。
这座小岛只有大约100多位居民，每天搭船过来的观光客总数肯定是多过于他们。映入眼帘的，再一次是那面随风飘逸的瑞典国旗。现在播放着的是游戏 Minecraft 的经典音乐，音乐制作者 C418 的 Sweden。我想在瑞典播放这首音乐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。有趣的地方是，自己一边在旅行的时候，也会一边哼着那简单却具有辨识度的旋律，缓慢、温柔，也带有怀旧感的音符，从听觉转换为眼前所见的真实世界。在瑞典的这段旅程，我感受到强烈的孤独感。这种孤独感有时很不安，因为我不知道是否会如同手机资讯的路线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这班公车会不会抵达，又是否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当然，这份孤独感也是特别的，它让我体验到过往从未有的寂静自在。这个当下，只有我一个人清楚自己要去哪里，累了就休息，吃点东西。有体力就继续旅行，拍些照片，就跟小时候在 Minecraft 的单人模式游玩的感觉很像。世界是广大的，只有你知道要怎么去探索。尤其是在如此安静、带点原始纯粹感的小岛里，迷路反而会创造出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画面。这些视觉刺激既新鲜，也很感动。我会说，这是独旅的过程最有价值的事情，没有之一。这段旅途中，我也带他去过很多地方，彩色、黑白底片都有，真的是有太多回忆了。如果要将这些素材一一剪辑在一起，大概就会变成没重点的流水账吧。但说真的，也因为知道借用的时间很有限，每当有灵感找到想拍的地点时，我便会毫不犹豫地带着它，抓几卷底片就出门了。使用它拍摄半年下来的心得，我会说，就算过了很久，我都不会忘记相机的握持感，从构图、对焦到按下快门的那种身体感，聆听每一次扎实快门的声音。回到台湾之后，将这些底片一一冲洗、解码，呈现在所有人面前。是的，我把瑞典夏天的颜色带回台湾了。也许哈苏底片相机放在2025年来说，一卷底片只能拍10几张，它不够高效。但更多的是作为拍摄者的我，透过腰屏观景器进行构图对焦，我被毛玻璃带来的立体影像给感动。我所感受到的是如此深厚的仪式感，这些是这台快有60年历史的500cm 带给我的重量，也是哈苏这个品牌拥有的悠久历史。由于这次瑞典自由行的时间非常有限，加上没有自驾的缘故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市区附近游晃。不过这对我来说产生非常多美好的想象，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瑞典不同的地区好好探索。那同时我也非常期待用底片也好，或用数位也好，再次的透过哈苏相机去探索这个世界。那么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，也很谢谢你们的收看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